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应对焦虑》。焦虑是我们当下谈论最多的社会心理现象之一。焦虑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人为工作和赚钱而焦虑，有人为年龄和容貌而焦虑，有人为教育孩子而焦虑，还有人为人际关系而焦虑。这几种焦虑都很普遍，但也有的焦虑比较个人化，或者说比较隐秘。比如有人害怕坐电梯，一坐电梯就焦虑不安，生怕电梯会掉下去或者卡在半空当中。有人害怕当众讲话，有人害怕见生人，还有人害怕待在广场或者是幽闭的空间里。这些恐惧和担忧都会引发焦虑情绪。许多的研究表明，现代人患焦虑症的比例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大幅提高了焦虑症的患病率。根据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里一篇文章的估算，2020年全球患有重度焦虑症的人数达到 3.74 亿，比上一年增加了 26%。 你可能不是一位焦虑症患者，但是你肯定也为某些人某些事情焦虑过。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焦虑它是源于一种自我保护本能，它在某些时候是一种驱动力。焦虑感不是今天的人才有，在远古狩猎时代，人就会为食物和安全问题而焦虑。正因为有焦虑感，人才会未雨绸缪地储存粮食，躲避丛林里的猛兽。在战争和饥荒年代，焦虑会促使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为自己争夺更多的生存资源。所以人有焦虑感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只有当焦虑过度的时候，它才会变成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导致身心疲惫，演变成我们所说的焦虑症。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告别了战争和饥荒，大多数人都不必再为了温饱而挣扎，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现代人的焦虑丝毫没有减少，反而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如何才能缓解焦虑呢？这正是这本书想要回答的。应对焦虑是一本实操性非常强的书，它介绍了9种应对焦虑的方法，让你能平复焦虑的情绪，缓和紧张的心情，理性地解决问题。这本书出版之后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册。书的2位作者都是焦虑症方面的专家。第一作者艾德蒙·伯恩博士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焦虑症医治中心的主任，专门从事焦虑症、恐惧症和一些应激障碍症的治疗工作。第二作者洛纳·加拉诺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长期关注焦虑症的治疗，擅长利用认知行为疗法治疗焦虑症。2位作者把20多年的从业经验都浓缩在这本书里。很多人用书里的方法缓解了焦虑情绪，克服了焦虑症。那么接下来我就分2个部分来为您介绍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先了解焦虑的本质，看看焦虑有哪些类型，产生焦虑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焦虑在现代社会如此普遍。第二部分，我们针对不同的焦虑状况给出相应的对策。好，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来看看焦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缓解乃至消除焦虑。作者说，焦虑的产生不是因为外界具体的事物或者是情境，而是源自想象中的危险。这个危险并不在眼前，而且它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很多人说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焦虑，但焦虑感切切实实的存在。通常而言，焦虑症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焦虑程度会比较激烈，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就算造成焦虑的原因消失了，他们的焦虑往往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焦虑症都有哪些类型呢？书里介绍，心理健康专家公认的焦虑症类型至少就有7种，我们不妨对照一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种叫惊恐障碍，它的特点是突然之间出现惊恐，极度的焦虑不安。惊恐发作的表现是心悸、出汗、头晕、手抖、分不清方向。这种惊恐是毫无根据的，比如他们会莫名的害怕猝死，害怕得某种怪病，害怕自己发疯。惊恐感会把他们折磨得特别难受。第二种叫广场恐惧症，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但这是一个统称。患者不只是在广场上会感到恐惧，只要是在他感到不安全的地方，比如人多拥挤的地方，离家很远的地方，或者一些很难逃离的情境之下，比如在高速公路上，他都可能会感到焦虑，因而会刻意的避开这些情境。第三种叫社交恐惧症，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有社交恐惧，它的特点是
在一些要接受别人的审视，或者说要表现自己的场合，会过分的害怕尴尬或者是丢脸。他们害怕参加单位的会议，害怕参加集体活动，害怕在课堂上发言，害怕见陌生人，甚至害怕去公共厕所。他们会尽可能的回避社交场合，这在心理学上也被划定为焦虑症的一种。第4种叫特定恐惧症，也就是对特定的事物或者是情境感到恐惧。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害怕坐电梯。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坐电梯都会随时准备好，如果电梯突然出故障，就马上拨打电梯里的报警电话，并且做好半蹲的姿势来保护自己。虽然他一次电梯事故都没有遇到过。还有的人特别怕蜘蛛，甚至都不用看到蜘蛛，只要听到蜘蛛这个词，他就会觉得惊恐万分。第5种叫做广泛性焦虑症，这是一种慢性的焦虑障碍，它没有明显的惊恐发作症状，而是会长期的担忧某件事情，比如工作或者是健康。这种担忧持续的时间至少半年以上。第6种是强迫症，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比如有的人有洁癖，会不停的洗手，不停的擦桌子拖地，容不得半点灰尘。又比如有反复检查的习惯，出门或者是下车的时候要反复的检查东西有没有带齐，有没有落东西。算数的时候会过分谨慎的反复的核对。再比如物品一定要摆放在规定的地方，如果没摆在那儿，心里就会特别难受。这些都是强迫症的表现。第7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在经历了一些特别重大的创伤后产生的精神障碍。这种创伤可能是自然灾害、人身虐待、强奸或者是意外事故造成的。这些事件在患者心里造成重大的阴影，以至于在事件结束后，他们仍然会持续的焦虑或者是情感麻木，会不断的回想起创伤经历，没办法走出阴影。这7种情况都属于焦虑症的范畴。那么焦虑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作者指出，焦虑会对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都产生影响。在生理上，焦虑会引起心跳加快、肌肉紧张、恶心反胃、口干舌燥和出汗。在心理上，焦虑会引起恐惧不安的主观体验。在严重的情况下，焦虑甚至会让人陷入死亡或者是发疯的这种恐惧，比如总感觉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总觉得有莫名的死亡威胁。这种隐约的担忧会让人精神高度紧张。在行为上，焦虑会限制人的活动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处理某些日常事务的能力。人在焦虑的时候会动作变形，发挥失常。既然焦虑有这么多的危害，我们自然会去想，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呢？关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学界一直存在2种归因谬误，一种是生物学的谬误，一种是心理学谬误。所谓生物学谬误，就是认为焦虑症只是由大脑功能障碍或者是某种生理失调引起的，把焦虑症看作一个纯生物学的问题。作者认为，认识到焦虑症可能与脑功能障碍有关是非常重要的，对脑功能的准确诊断会对治疗产生重要影响。但焦虑不只是一个生理问题，就算有生理原因，它也可能是由心理原因导致的。比如心理冲突或者是压抑愤怒会让人产生慢性的应激，慢性的应激会导致脑功能失调，最终导致惊恐发作或者是广泛性的焦虑症等等问题。而另一种归因谬误，也就是心理学谬误，刚好相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患焦虑症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母的忽视、遗弃或者是虐待，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或者是羞耻感，最终导致成年后畏惧性的回避和焦虑。但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同样过分单一，因为它忽略了遗传因素和生物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作者看来，神经生理因素、成长经历、生活环境3个方面都可能是造成焦虑感的原因。神经生理因素是指大脑的某些状况引起焦虑体验或者是加重焦虑情绪，包括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缺乏或者是失调，杏仁核和蓝斑等脑部结构过度的活跃等等。科学研究表明，这些神经递质和脑部结构跟人的焦虑、抑郁等负面的情绪有直接关系。成长经历因素是指童年时期的教育缺陷和创伤性的经历，比如父母的忽视、遗弃、过度的惩罚、酗酒、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等等。有过这些经历的人，在成年后往往比较容易焦虑、抑郁和狂躁。还有是一些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们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要独自面对生活压力，会表现得很脆弱，经不起任何打击，也容易出现焦虑问题。
至于生活环境方面的因素好理解，比如工作和学习的压力太大，重大的生活转变，比如搬家、换工作、结婚，或者是遭受重大的损失，得了重大的疾病，或者吸食毒品等等。这些近期环境因素的变化都可能让人产生精神压力，感到焦虑。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人的焦虑会越来越普遍呢？作者认为这不是偶然现象，至少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现代快速的生活节奏，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加速的阶段，技术发展和生活环境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改变，人们需要马不停蹄的奔跑才能赶上时代的变化。大多数人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各种事情，没时间休息，没时间让自己静下来，这跟人体的自然生命节奏是相违背的。第二个原因是现代生活准则的多元化，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传统社会大家都有一套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社会对人的评判体系也是比较确定的，因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都比较一致，生活是可以预期的，人也就更容易有安定感。但现代社会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多元，也可以说变得越来越撕裂，我们对如何生活产生了不确定感，想要追逐的东西太多，但时间和精力有限，那么多方向不同的目标无法兼得，这种不确定感和追逐感导致人内心空洞、彷徨和焦虑。第3个原因是后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大家都过分的关心自己，过得越来越原子化，失去了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信仰之间的联系。作者说，当一个人感觉跟外界没有关联，或者说跟外界关系疏离的时候，他更容易把某些事情看成是对自己安全、健康和快乐的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好，分析完焦虑的类型和原因，下面第2部分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有效应对焦虑的办法。前面提到，焦虑会在生理、心理和行为3个层面都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应对焦虑也需要从这3个方面入手。作者在书里提出了9种消除焦虑的方法，限于时间，咱们重点说说其中的4种。第一种是放松身体，人在焦虑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些明显的应激反应，比如气短、肌肉紧张、呼吸急促、心悸等等，这些症状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作者说，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纯粹的生理疾病，然后通过放松身体的方式让这些症状消除。那么要如何放松身体呢？书里介绍了很多方法，比如渐进式的肌肉放松、被动肌肉放松、无收缩肌肉放松、腹式呼吸、瑜伽等等。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它可以有效地缓解紧张性的头痛、背痛、下颌肌肉紧张、眼部周围肌肉紧张、肌肉痉挛等等。具体的做法就是连续收缩和放松16组肌肉群，在不拉伤肌肉的前提下，尽量绷紧每一组肌肉群，坚持10秒钟，然后放松。放松的顺序可以从前额到眼部周围的肌肉，再一路往下直到脚趾。放松的时候要注意感受肌肉群绷紧和放松时的不同的感觉。放松身体可以达到很好的缓解焦虑的效果。第2种是放松精神，人在焦虑的时候，大脑会出现各种不安的想象。作者认为，想象是不安的来源，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想象来放松精神。主要有2种方式，一种是引导式内观，内部的内，观察的观；另一种是冥想。内观和冥想都是追求正念，让自己平静。冥想近年来比较流行，网络上的资料比较多，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重点介绍一下引导式内观。所谓引导式内观，就是一种刻意使用心理意象来改变行为方式、感知方式和生理状态的方法。你可以有意识地产生想象，以此作为预防焦虑的手段。练习引导式内观的时候，你需要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身上不要有任何的束缚，头部要有支撑，确保环境安静，不受干扰。然后一边聆听事先录制好的引导内观的话，一边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身处在一个令人心情平静的情境当中，比如在海边漫步，在漂亮的花园里，或者在一条让人惬意的林间小路上。这段引导内观的录音可以是你自己读的，也可以是别人读的。我这里做个示范，读一小段书里引导内观的词。如果你现在方便，可以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或者是坐着，
然后闭上眼睛，跟着我的节奏想象。这段词是让你想象海滩，准备好了吗？咱们开始。你走在一条长长的木栈道上，栈道的尽头是美丽宽阔的海滩。栈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直向视野可及的远处延伸。沙滩上的沙子又细又软，看起来几乎是白色的。你赤脚走上海滩，脚趾缝里的细沙轻轻摩挲。漫步于美丽的海滩，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让你感到心情平静，好像可以忘记脑海中的一切。你看着潮涌潮退，潮水慢慢涌来，一浪盖过一浪，然后再慢慢退去。大海是美丽的蓝色，看着这片蓝色就让人感到放松。你望向远处的海面，视线触及最远处的海平线，感觉海平线沿着地球表面的弧度微微向下弯曲。你看见前面有一张看起来非常舒适的沙滩椅，你慢慢走向沙滩椅，走到椅子旁边，坐下来，舒服地靠了下去。躺在舒服的沙滩椅上，你感觉更加放松，越来越放松。片刻之后，你闭上双眼，倾听着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一波波海浪涌来又退去，生生不息。海浪有节奏地拍打海滩的声音，让你陷入美好的安静平和，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好，我读完了。因为时间关系，这段词我稍微压缩了一下。书里还有写到其他的场景，比如在森林里的场景。你可以在电子书里找到相关的章节，自己找来试试。完成内观练习后，你可以站起来四处走走，直到感觉彻底清醒，回到现实。这种方式能让人获得高质量的休息，获得心灵的平静。好，咱们再来介绍第3种应对焦虑的方法，叫思考问题从现实出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容易焦虑的人思考问题经常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会有很多错误的思维方式。常见的就有好几种。一是灾难化思维，也就是经常想象事情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二是过滤思维，也就是只关注负面信息，自动的过滤掉积极正面的信息。比如领导表扬你最近几件作品做得不错，但同时呢，他要求你下次早点提交。如果你是过滤型思维的话，可能就会很焦虑，你会自动过滤掉领导对你的表扬，只记得老板觉得你干活拖拉，于是紧张兮兮。三是极化思维，看事情总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如果不是十全十美，就是一无是处。四是过度的泛化，比如在火车上晕过一次车，就认为自己只要坐火车就会晕车，于是再也不敢坐火车了。这种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习惯用总是、永远这样的词，思维固化。五是看透别人的心思，喜欢去猜测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通常还都是负面的。比如他一定对我很不满，他一定觉得我很丑，他一定对我有什么意见。这种毫无来由的猜测让自己变得很焦虑。六是应该陈述，这种人对自己和别人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如果有人违反，他们就会被激怒，如果自己违反，就会心生内疚。比如他们认定我应该是完美的朋友、家长、老师、配偶，我应该想到，我应该知道。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极为苛刻，但又很难达到，所以会时常感到焦虑。那么要如何才能走出这些思维误区呢？总的来说，就是思考问题要从现实出发，把扭曲了的思维再纠正过来。考虑问题的时候要更全面，不要夸大，不要泛化，不走极端，不去随意的揣测别人的想法。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有长处和弱点，要更灵活的变通。我们以灾难化思维为例，看要如何扭转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比如有人感觉身体乏力，精神欠佳，于是担心自己得了癌症，就会去想，
如果我得了癌症，自己却不知道怎么办？如果我被确诊患了癌症，我一定应付不来，那样末日就到了。这就是典型的灾难化思维。那要怎么办呢？作者给出了3步走的建议。第一步是要识别扭曲思维，要认识到这种如果什么什么就怎么办，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要把它转换成肯定陈述。例如，如果身体乏力、精神欠佳是癌症的症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我身体乏力、精神欠佳，所以我是得癌症了。这就是把假设的问题变成了肯定的陈述，把它翻译过来。第二步是质疑扭曲观点的正确性。在这个案例里，就是去质疑从身体乏力、精神欠佳到得癌症的距离有多远。如果距离很远，那么我被确诊为癌症的几率会有多大呢？退一万步，如果我真的得了癌症，就一定没办法活下去了吗？我就真的应付不了吗？第三步是用符合现实的想法取代扭曲的观点，也就是我身体乏力、精神欠佳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了，没休息好，可能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食物，导致食物中毒，目前并没有具体的症状表明我得了癌症。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我真的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太可能完全垮掉。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医生能帮我制定最好的治疗方案，我还可以从家人朋友那里获得支持。总之，我会尽一切努力恢复健康。你看，通过这3步就能解决大部分的认知错误问题。好，我们再说第4种应对焦虑的方法，那就是正视恐惧。因为很多的焦虑都和恐惧有关。作者说，克服恐惧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回避它，而是正视它。回避只会让恐惧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要如何正视恐惧呢？作者建议采用暴露疗法，就是把想象中的恐惧真实的暴露在自己面前。当然，暴露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是一点点暴露，最后直面整个恐惧。常见的恐惧包括害怕公开演讲、害怕坐飞机、害怕看医生、恐高等等。作者认为，恐惧症患者的焦虑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因为想到曾经经历过或者是看到过的恐怖情境而产生条件反射式的焦虑。而之所以会恐惧，可能跟过分敏感有关，他们在情境和焦虑情绪之间建立了很强的关联。比如在一次搭电梯的时候，电梯出了小故障，所以以后每次乘电梯都会心有余悸。又比如因为看到过飞机失事的新闻画面，就再也不敢坐飞机。因为一次演讲表现糟糕，就再也不敢当众发言等等。而暴露疗法的作用就是让病人忘记恐怖情境和恐惧反应之间的联系，并建立起一种新的健康的联系，让病人对这种情境感到平静自信。你肯定也能想到，暴露疗法不会是一个轻松愉悦的过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忍受这个过程，但是你只有突破了自己，才能让回避多年的恐惧消失，所以它值得你勇敢的尝试。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作者指出，可以分2个阶段，分别是应对暴露和完全暴露。所谓应对暴露，就是通过辅助手段帮助自己应对最开始的几步。辅助手段包括陪同治疗的人、小剂量的镇静剂、练习腹式深呼吸，或者是练习积极应对陈述。而所谓完全暴露，就是指不依靠任何的辅助手段，直接进入恐怖情境。只有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才算是彻底的克服了恐惧心理。比如从知道只要服用镇定药物我就能开车上高速，到明白不管是不是感到焦虑，不管是不是有药物帮助，我都可以做到开车上高速公路。这就是实现了质的飞跃，后一种才算是完全控制了之前的恐怖情境。咱们就以克服飞行恐惧为例，来说说如何用暴露疗法克服恐惧和焦虑。在应对暴露阶段，可以分几步走，比如在朋友的陪伴下开车靠近机场，在机场停车场逗留几分钟，进入机场航站楼，四处的走几分钟，再买一张短途的机票，进行一次不超过半小时的飞机旅行。第一次飞行的时候，如果感到非常恐惧和焦虑，可以用腹式呼吸、应对陈述，或者是使用小剂量的镇静剂来应对。以后可以慢慢的延长飞行时间。而到完全暴露的阶段，你就不再需要朋友在场，你可以一个人独自去坐飞机，也可以从短距离飞行开始。
坚持不依靠药物等辅助手段。短途的飞行成功之后，可以再安排长途飞行，同样克制自己不去使用辅助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就彻底克服了对飞机的恐惧。在使用暴露疗法的过程中，保持正确的心态很重要。首先，你要接受焦虑引起的身体紧张，不去否认或者是逃避。其次，你要活在当下，不要陷在极端的消极思维里。再者，你要相信没有任何焦虑会永远存在，所有的焦虑都会过去，没有什么恐惧是不能通过反复暴露克服的。比如害怕当众讲话，害怕坐电梯，都可以通过暴露疗法来克服。只要你愿意坚持不懈的一遍一遍的练习，就一定能克服焦虑和恐惧。正如作者所说，人之所以焦虑，是因为面对不完全了解的事物的时候，预设了可怕的结果，而一旦完全了解或者熟悉了这件事情，它就不会再引起恐惧。好，以上就是我想与你分享的重点内容。我们讲到焦虑的类型和引发焦虑的原因，还着重讲到4种应对焦虑的方法，分别是放松身体、放松精神、思考问题从现实出发和正视恐惧。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讲到其他的5种方法，分别是经常运动、呵护自己、简化生活、停止忧虑、即刻应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没法一一展开。可以说的是，这些方法都具有很强的实操性。比如说到呵护自己和简化生活，这是很多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但这本书里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法。你可以用这些方法更多的关照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而不是被社会环境、被他人的眼光所裹挟，从而拥有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这对缓解焦虑至关重要。现代人的很多焦虑都是生活节奏过快造成的。这个社会在告诉我们要更快、更强、更出色，我们在拼命让自己适应这种快节奏，但其实我们只是在用外部的标准衡量自己，而没有找到自己内心的标尺。所以作者提醒我们，要制定适合自己的日程和节奏，要给自己预留更多的空闲时间，让身心得到及时的恢复和放松。书中建议可以把空闲时间分为休息时间、消遣时间和关系时间。休息时间暂停一切活动，可以在浴缸里泡个澡，或者听听舒缓的音乐。在消遣时间，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事，比如看一部好电影、看看小说、逛逛书店、摆弄摆弄花草、外出旅行等等。而关系时间是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这时候要暂时忘记自己的个人追求，好好的享受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我们只有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才能远离焦虑，获得真正的平静和幸福。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